为什么仅凭这一个画面，就让我梦的父亲成为了本集中最伟大的角色？绝对不能放弃，一定要撑下去。这样的乡公所到底有多少个工作人员？只有我丈夫一个，不管是双休日还是节假日，他都没有休息的时间。那还真是辛苦啊。他是我梦的父亲高山唯一，是小镇乡公所的唯一职员，常年负责乡公所的外部工作。虽然这不是一份惊天动地的工作，也没有拯救世界的使命，每天也都只是负责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对他来说，这是属于他的一份职责。所以即便是到了酷暑的季节，他也依旧会顶着大太阳前往山中看望独居老人。而他经常看望的这个老人叫德照先生，他并不是不愿意下山，而是他心中一直藏着对儿子的执念，因为他的儿子不幸在一次意外中离世，让他始终不愿意离开。但他为人很和善，也非常理解乡公所的这份工作。而另一边的我梦正在附近检测异常的热浪现象，不知不觉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但我梦并没有很担心，因为这也是他的职责。后来我梦的父亲在返回途中，因为高温中暑而晕倒在地，还好这个时候田端也正前往此地调查环境，碰到了晕倒的高山唯一，后来就将他送回了家。经过了解之后，发现这样的乡公所派遣的外部工作，就只有高山唯一一个人，不管是双休日还是节假日，都没有休息的时间。这时大地震动，指挥官他们在山腰中检测到一个巨大的热源，在其中发现了一个不明生物，而这也就是盐山。经过我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它是和之前出现的天界很类似，是一种能够控制天气、控制环境的机器。没多久它就完全露出全身，向四周散发着越来越多的热量，而眼下也找不到更好的对策，只能先紧急疏散群众。但高山先生即便已经中暑，还是没有选择撤离，因为山中还有他负责的德照先生。当他们赶到山中时，德照先生已经因为高温晕倒，而这时盐山直接变形为怪兽，发出的能量更为强烈。高山先生他们在下山的时候，也被倒下的树拦住去路，只能徒手挖开一条生路。这么大的树，连车都拖不动，只要人能过去就行。我说伯父，你们父子俩还真像啊！我梦在母亲的说明下，也跟着来到山中寻找父亲。当高山和田端终于将德照先生带过去的时候，高山的身体也达到极限，晕倒在地。高山先生，高山先生，高山先生，你振作一点！爸爸！而怪兽也已经来到面前，在这危急时刻，我梦及时出手救下父亲。没想到巨大的盐山在我梦手中，就像一个玩具被各种玩弄，最终被我梦顺利击败。战斗结束后，我梦来到医院看望父亲，看着坚强又固执的父亲，心里满是回忆和感慨。德照先生最终也相安无事，因为他还要带着儿子的那一份好好活着。我梦啊，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工作，但是为了父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知道吗？是。至此故事结束。这一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把故事本身聚焦在怪兽叙事上，转而投向一个平凡小镇的乡公所职员，让一位父亲的身影在怪兽的火焰中投射出一个时代最坚实的英雄背影。他作为家乡的公职人员，没有假日，每天都外出奔波，他的关怀是具体而微的。他没有因为德照先生的固执而放弃，将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放在心里。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不到最后绝不放弃的品质，同时也升华主题，歌颂了和高山先生同样的人。他们或许并非是超级英雄，但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平凡行动，诠释了英雄这个词最朴实、最坚定的内核。